韩光君，我奏琴，你听不见吗？蓝忘机的声音发飘，仿佛是从看不见、摸不着的远处传来。听见了呀？哎，我那不是忙着记曲子吗？这曲子刁钻得很，有好几段还叠在了一起，得竖起耳朵听才听得真切。我想着只差一点了，就想先记完再回应你，应该也没耽搁多久吧。辛苦你多弹了一遍。你……魏无羡突然说不下去了，因为他借着月光看见了蓝忘机的表情。他脸色惨白如纸，眼底血丝满布，眼眶下青筋暴起，目光之狠厉，好像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般。魏无羡心生忌惮，小心翼翼道：“韩光君，你还好吗？”半晌，蓝忘机摇头：“无事，你先休息，我去加固静止。”说着，徐徐转身，步履蹒跚地向洞穴深处走去。魏无羡紧随其后，见蓝忘机眉头紧蹙，俯首在棺椁前。再定睛一看，棺椁上的禁制似乎又被破坏了一次。这时魏无羡才想起，之前自己睁开眼睛时看到的不是棺材盖，而是洞顶。按照约定，蓝忘机应当待到供情结束，魏无羡扯动了手中布绳，才能解封禁制，放他出来。如此看来，蓝忘机是提前将棺盖打开了，这是个极为铤而走险的做法。一旦蛊师反客为主，借舍还魂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面色恍惚的修补禁制，终于明白自己刚才的举动是多么不明智了。他心中过意不去，静静走到蓝忘机身边：“蓝湛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不按约定行事的。”蓝忘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脸色依然惨白，轻声道：“没事就好。”说完，他又低下头重复了一遍：“没事就好。”这次却似是在自言自语。待到确认禁制完好，万事无恙后，二人抵达街市，又住进了上次来陇东时落脚的那家客栈。依照魏无羡的作息，现在还算不得太晚。只不过这一路颠簸，再加上共情消耗了他不少体力，脑袋一沾枕头，他就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次日清晨，魏无羡难得一见地伴着鸡鸣一同醒来，打开房门，清晨的凉风迎面而来。魏无羡一边伸着懒腰，一边迈过门槛，谁知一抬头，却见蓝忘机站在门口。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，蓝忘机率先冲了上来，急道：“你怎么样？可有哪里不适？”魏无羡怔怔地摇头，他目光不经意向下一扫，瞧见蓝忘机的手正攥着他的袖子。让他这么一瞧，蓝忘机好像才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，连忙松开手，向后退了一步，端向少时。魏无羡笑眯眯道：“给我买的。”蓝忘机一愣，低头看了一眼从楼下买来的早点，递了上去。魏无羡进了房，坐在桌边，一面啃包子，一面偷瞟着对面的蓝忘机。蓝湛的靴子上沾了些泥，许是昨日在食魂煞洞穴染上的。魏无羡隐隐纳闷，他这么爱洁的人，怎么会任由自己的靴子就这么脏了一晚上？又想到方才一开门就看见蓝忘机，他心里冷不丁升起一个念头：蓝湛该不会是一晚没睡吧？魏无羡正想发问，却听见蓝忘机开口：“魏婴，我……”他赶紧屏息凝神，心知要听蓝忘机跟自己说一句话有多么不易，可千万不能给他把话头掐断了。可否为你把脉？不过是把个脉而已，看蓝忘机那副难以启齿的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把他怎么样呢。魏无羡心中既无奈又不解，大大方方地把手伸给他，趁着他把脉，无所事事地念叨道：“是不是没什么事儿？我就说了，我共情经验丰富得很，肯定不会出问题的。你看我现在面色红润，精神抖擞，让我立刻下楼去沿着这条街跑10趟都不成问题。”倒是蓝忘机的脸色，那才真叫一个不好，魏无羡都有点想为他把一把脉了。终于，蓝忘机松开手，表情略有缓和，想来脉象却无大碍。魏无羡收手道：“对了，昨天那曲子，
恐怕咱们还是得找精通音律之人打听打听。陇东这一块，估计是问不出个名堂来了。咱们不如先去周边看看，再决定下一步去哪。不必，我已有头绪。魏无羡眼睛一亮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曲子了？蓝忘机摇头，又道：但我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。魏无羡闻言，囫囵几口将包子塞进嘴里，一阵狼吞虎咽后道：那还等什么？咱们收拾收拾，赶快动身。具体的你在路上再告诉我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再歇一日，你昨日才……还歇什么啊？赶紧把这事了结了不好吗？我还急着。魏无羡一句话哽在嗓子眼里，好像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要急着做什么，仿佛这事是他与前尘唯一的纠葛。只有此事了结，他这一辈子才可以真的重新开始，以他愿意的方式，跟他愿意的人。蓝忘机道：你不必着急，此事我可自行解决。魏无羡一道：什么意思？你究竟要去哪儿？蓝忘机不答，只是横琴于前，低眉敛目，弹奏了起来。这琴音婉转悦耳，沁人心脾。一时间，魏无羡以为蓝忘机又在助他修习心法，但旋即便反应过来，蓝忘机弹奏的是昨日自己从共琴里听来的几段琴音，只不过他将旋律的顺序打乱了，因而魏无羡迟了一些才得以辨别。继续听下去，魏无羡皱起了眉。奏罢，蓝忘机问：怎么？魏无羡面露难色，扭捏道：没什么，就是有一段好像弹错了。韩光觉，你现在可明白我为何共琴耽搁这么久了吧？这曲子当真刁钻，一不留神就弹错了。蓝忘机闻言，从容不迫地将那曲子又从头弹了一遍。听到那段与记忆有差池的旋律，魏无羡打断道：就是这段，错了。蓝忘机深吸一口气，掷地有声道：我所奏并非昨日的旋律。魏无羡睁大了眼，此曲名为《喜华》。蓝忘机眸色一沉，继续道：乃姑苏蓝氏清新秘曲。魏无羡惊道：这曲子是你家的？可那人为何会吹你家的曲子？不对，他吹的并不是这首，而是一首旋律极度相似，几乎无从分辨的曲子。蓝忘机点头道：喜华以刁钻难学闻名，若是弹错，实属常见。但这段旋律虽是有意，听来却并不违和。魏无羡了然：你是说，这曲子并不是弹错了，而是有人故意安插了一段别的旋律进去，而且还做得水乳交融，不着痕迹。不过这段旋律我并未听闻。魏无羡沉默许久，数次欲言又止。蓝忘机察觉了他的动静，轻声道：你想问便问，我不会隐瞒。魏无羡本是思及此事或牵扯蓝忘机家事，不愿逼他过多透露，因而斟酌再三，还是未曾发问。此时望见蓝忘机毫无保留、袒露无遗的眼神，他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试探道：蓝湛，这曲子既是你们姑苏蓝氏秘曲，那么就是从未对外传授过？蓝忘机点头：此曲只为蓝氏正之传人所修，我从未外传。蓝氏正之弟子，这个范围可就小了。而如今仍然活跃于修仙界，又与此案及其所涉人士交集颇深的，指向性可以说是非常明确了。魏无羡又开口道：那蓝忘机心领神会，凝重道：我不知。魏无羡的表情也跟着凝重了。蓝忘机又道：若当真如此，他亦不会姑息。我明白。那么他们接下来的去向也不言自明了。魏无羡最终还是服了软，在陇东多歇了一日，再启程前往云深不知处。不过这一天并未如魏无羡想的那般虚掷了，反倒是发生了一件极具分量的事情，他的金丹结成了。这阵子蓝忘机为他奏琴的次数，从过去的每日一次，到了早中晚各一次。魏无羡自觉突飞猛进，再细细一探，第一层心法果然已经大功告成。只是按蓝忘机的说法，这心法一共分为3层，要待到进入了第3层，金丹才能初具雏形。
可蓝忘机为他一阵运功疏力后，魏无羡却分明能感觉到体内丹元微弱的存在了。这进展快到匪夷所思，他估摸着难不成这莫玄羽也暗戳戳是个旷世奇才？正想与蓝忘机称道一番，却见他脸色极为难看，上身向前一倾，险些瘫倒，撑着桌沿才勉强坐稳。魏无羡吓得不轻，连忙冲过去扶住他，又握着手腕探他脉象。他虽对医理并不精通，却还是知道以蓝忘机的修为，绝不该只有这么一点灵力。